Hello，大家好。今天这视频主要是带大家去了解玫瑰精油。那么一直有使用精油的宝宝们，相信你们都了解，玫瑰精油是一款比较昂贵的精油。那么可能就有人好奇，为什么呢？它昂贵，它的价值到底在哪里？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带大家去了解玫瑰的一个植物。那么在 PPT 上呢，你们会看到粉红色有千层花瓣的这一个花朵，其实这一个才是我们芳香疗法里面一直谈论的玫瑰植物。那么可能你们会一直误导，就好像比如我们情人节我们所送的那一个玫瑰花，其实那一个不是我们芳香疗法里面所使用的玫瑰植物哦。那么大家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个玫瑰花呢，其实它是淡雅的这一个粉白色的。那么它的这一个植物品种呢，就是保加利亚玫瑰。那么保加利亚玫瑰呢，其实它是在众多的玫瑰的这一个品种里面来讲呢，是我们在芳香疗法里面比较常提到的。那么为了得到最好的这一个玫瑰精油的品质，其实工人们需要在黎明前，就是在天亮前的2个小时，需要利用人手把每一朵娇嫩的玫瑰花一一采摘下来。而且玫瑰花每一年就只有一次，花期大约是在我们的阳历5月，而且每一次就只有短短的20天。所以在这20天内呢，每一位工人都要分秒必争的去尽量的采摘每一朵盛开出来的玫瑰花。那么玫瑰花呢，它需要庞大的数量才可以萃取出少许的精油。那么呢，大约每 2.5ml 的玫瑰精油就需要大约的3000朵玫瑰花瓣，是花瓣哦，而不是整朵的玫瑰花。那么花瓣的重量你们都大约知道，它是很轻盈的，那么需要很庞大的玫瑰花瓣才能萃取出那么少量的玫瑰精油。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所使用的每一滴玫瑰精油，其实它都包含着很庞大的玫瑰花朵，所以它的气味才会那么的浓郁。那么呢，在这里我们大致上了解到玫瑰的难能可贵跟它的珍贵之处。那么在于疗效上来讲呢，玫瑰主要的医疗价值是在于活血化瘀，就是它有增加我们血液循环的好处，所以它可以达到通经活血，使荷尔蒙分泌顺畅。为什么会讲说使荷尔蒙分泌顺畅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荷尔蒙是需要靠血液行走全身的，所以在这里呢，同一时间它可以强化我们的神经系统，抚平我们焦躁的情绪，并能缓和肾上腺皮质的分泌，产生良好的舒压作用。那么什么是肾上腺皮质呢？那么其实肾上腺皮质呢，另外一个比较让大家容易明白的就是压力荷尔蒙。那么什么是压力荷尔蒙呢？压力荷尔蒙也算叫做一个战斗荷尔蒙，就是我们人处于战斗的状态。那么试想一下，我们在处于战斗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的精神、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是不是精神比较紧绷、比较集中，肉体是不是比较结实、僵硬，为了做好逃跑的准备呢？那么如果人长期处于在这一个状态下呢，我们就会产生一些焦虑，或者是暴躁，或者是睡不好的一些种种现象。所以呢，玫瑰精油它可以缓和肾上腺皮质的分泌，所以它同时也可以产生良好的舒压作用。那么在玫瑰花的花语来讲，它可以让
人们都用它来表达爱，因为这种植物本身就充满爱的力量，所以玫瑰带给我们情绪上的影响，就是让我们觉得被爱的包围着，充满着爱。每一个人充满爱的时候，他才有能力去爱别人，才会展现出自己完全的魅力。所以玫瑰花的爱，既是让你自己有被爱的感觉，也是让你有爱人的感觉。那么可能大家都听说过，想要爱别人，先学会爱自己。那么玫瑰精油，它就是让我们学会如何爱自己之后，再有能力去爱别人。除了每个人自身需要爱和被爱的时候呢，我们的每一个细胞其实也需要被爱包裹住的。那么在玫瑰这一方面呢，它成就了它的美白的效果。它可以用爱把每一个细胞包裹住，这个时候细胞的含水率就会提升。所以玫瑰精油它有很好的保湿效果。所以当我们用玫瑰精油来美白的时候呢，每一个新陈代谢后的细胞都可以在完成它的使命之时，在充满幸福感、被爱包围的微笑中离去。那么我们的细胞才会焕发绽放出好气色。所以对于心情上也是如此的，在使用玫瑰精油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中也会有这种爱的力量。哪怕曾经有过不好的一些经验，例如可能被抛弃、失恋或者是拒绝的经历，在这一刻玫瑰精油的香气，它的这一个包裹的爱的力量，就会帮助我们去接受爱的滋养，重新恢复爱的能力，获得幸福感。那么这里的幸福感呢，其实就是它帮我们赶走我们紧张、不安、焦虑这种不自信的这一些自己产生的一些恐惧的心态。它可以营造这舒适愉悦的环境，让我们在这一个环境中很好的稳定自己的思绪。那么玫瑰精油对于女性的生理方面有独特的作用，除了美白，它还可以能够调理子宫肌肉，有助于受孕，也可以改善子宫下垂的现象。因为它有调经的作用，所以呢，它也可以改善女性经前综合症的问题。那么在市面上呢，其实玫瑰精油它有2种不同的这一个名称，一个是叫 Rose Odo， 一个是叫 Rose Excellent。 那么如果你们以华语名字来称呼呢，一个就是奥图玫瑰，另外一个就是玫瑰的原精。这2者有什么区别呢？其实 Rose Absolute 和 Rose Odo 呢，都是从玫瑰花提取出来的精油，但是它们之间有一点点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它们的萃取方法。Rose Absolute 呢，就是玫瑰原精，它是一种从玫瑰花瓣中提取的浓缩精华，利用溶剂萃取出来。那么由于生产的工艺较为简单，所以它通常会比 Rose Odo 就是奥图玫瑰更便宜。那么 Rose Absolute 的香气呢，会比较浓郁，有时候呢也有带一点木质的气味。那它通常被用于香水、化妆品或者是香料当中，也有一些抗氧化、抗菌和舒缓肌肤的功效。那么 Rose Odo 奥图玫瑰也是一样，从玫瑰花瓣中萃取出来的，只是它是用蒸馏法所萃取出来的，所以相比 Rose Absolute， 它的生产工艺较为复杂，因此价格也更高。那么从蒸馏法萃取出来的奥图玫瑰，它的色泽是比较透明化的，那么液体的流动性也会比较强。那么在一定的低温环境下呢，它有结晶的这一个情况是正常的哦。那么 Rose Odo 的香气呢，它会比较清淡柔雅，也更为纯净。
通常呢，它会被用于高端的香水、护肤品或保健品当中，具有镇定、抗氧化、消炎、舒缓和促进细胞再生的功效。总结来说， Rose Absolute 和 Rose Odo 都是非常珍贵的精油，它们的用途和功效有少许的不同，但是都有着玫瑰独特的芬芳和保健功效。那么在这边我们知道玫瑰精油的昂贵，知道它的好处，也知道它的对于我们皮肤跟身心灵的帮助。那么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在使用含有玫瑰精油的保健品或者是气味的产品的时候呢，我们在涂抹在身体的时候，可以伴随着我们的呼吸，我们可以放慢我们呼吸的节奏，加深我们呼吸的频率，从而去好好的待在充满玫瑰花香气的环境中。在这一刻，其实我们已经为我们自己去疏通、去营造、去平衡我们的身心灵。视频到这啦，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